好，大家好，今天的话我们不聊空头，我们聊一下变现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我们从空头上面获得了一些代币，那么代币的话，首先如果说你想变现的话，我们要先换成 U 啊，因为 U 是稳定货币啊，稳定的一个加密货币嘛。那 USDT 的话是在最常用的稳定货币啊，那当然现在还有 USDC 啊，那 DC 的话还不如 DT 的这个使用范围更广泛啊。因为 TRC 网络的 USDT 的 DT 呢，它那个手续费比较低，所以说呢，哪个便宜用哪个嘛，啊，就这简单意思。那今天主题呢就是讲这个 USDT，你变成了 U 之后，你怎么去把它最终变现，实现你在生活中消费购物啊？那其实也很简单啊。那么想说明一点呢，就是说呢，USU 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有些人想，哎，我直接把它卖掉不就行吗？卖掉可以，但是你要想好。你卖的时候要有风险，尤其在某一些地区啊，你不要随便去卖。第一个啊，有法律上的风险；第二个呢是黑金的风险啊，就是这个对方钱来路不明，所以说呢，我不建议这样做。而且呢，你换的钱也不是很多，你不大额，是不是？你这种小额你还去换，我觉得费时费力啊，还费脑子。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空头来的钱，说实话，几千 U 啊也很正常。你这个钱，说实话，平常消费也能消费掉啊。那今天的话，还是讲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就是非常安全的方式，以及也不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发生的啊，对你是没有影响的，也不影响你的银行卡，也不影响你的支付宝，也不影响你的微信号，好吧？那么今天讲就是 USDT 转卡消费指南，其实就很简单啊，你把 U 把它再放到一张卡上去，比如说 Visa 卡、Master 卡啊。再通过手机支付的工具，比如说 PayPal 啊、Alipay 绑定之后再去消费掉，这很简单嘛。好，我说一下步骤啊，步骤其实也很简单啊。转卡步骤，首先的话，平常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直接消费 U 的嘛，我们有张卡啊。你平常像我们去用微信支付啊、支付宝支付啊、PayPal Apple Pay 啊，都是有卡，是不是？那选择这个交易平台，这个钱包啊，这个钱包的话，就是比如说107钱包啊、小狐狸钱包，或者说你这种火币啊这些交易平台也可以啊。那么你可以转出来啊，那么充值 U 到卡平台啊，卡平台的话，等一下我会说啊，有个卡平台，卡平台上的话，这个是可以充值一张到卡片啊，你首先开张卡啊，那么基本上啊支持这个 USDT 啊，那么 ERC20跟 TRC20，其实这个是最常见的。然后开通一张适合的卡啊，这个就有学问了。就是这个卡片呢，如果说你开香港卡在美国消费的话，去用充值 ChatGPT 的话，这个是属于跨境消费。那本身这张卡的话，就是要收手续费的，你这样的话手续费会叠加出来。所以说你要不同的场景你要选好啊。那么去消费大商户啊，这个有了卡之后呢，你要想好啊，绑定哪一个支付程序也可以绑定支付程序啊，比如说阿里 Pay， 它本身就是个大商户啊，阿里 Pay 就是然后在下面一个很小商户是吧？你也可以绑定 Apple Pay 也可以绑定 PayPal 啊，PayPal 里面商户那更多了啊，PayPal 里面商户的话，其实 PayPal 你绑定之后你付钱的话，它是收对方手续费的，但是你这边卡这边平台这边呢，还是要收你手续费，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张卡片是虚拟卡啊，你的卡是不是银行的卡？好，那么就很简单啊，你有这个卡片之后，然后绑定手机支付，这种就不用说了吧啊，你通过这两个绑定之后，那你这个消费场景就多了嘛，对吧？这种说实话其实也是种第三方支付啊，最终的渠道还是通过这个 Visa 和 Master 那个通道上啊。好，各类手机支付工具啊，这个就不说了啊。其实呢，除了那些我提到的那些主流的这个可以绑定卡，其实也有别的可以绑定卡。好，长话短说啊，就是这个 SolarPay 的话，你就注册这边注册邮箱，然后验证码，邮箱输进去之后呢，它获得个验证码是在邮箱里面你输进去之后就密码输进去就行了顺便提一点这个平台的话，它不需要你输入任何手机号码所以说这个隐私性匿名性还是非常好的。好，到达这个页面到达这个页面的话，本身的话这边有个公告这个公告被我消掉了因为我点关闭了。那公告他说什么呢？就是 OnlyFans 你不要去充了，因为有些时候呢，它上游那个银行渠道的话会有说就是有些是高风险支付那么 OnlyFans 的话，就是其实你就不要去支付了好，进来之后呢，你肯定是全新的全新的话你不要动，里面是没有任何钱的。那么点右下角这个我的这个图标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图标。好，那么我这边的话已经充值了200 U 然后呢，你这边如果说是0的话你应该是0那么点充值当然你也可能想为什么我不能提现呢提现也可以3%手续费嘛，那我干嘛提现？我本来就消费掉好，充值点进来之后呢，这个 BNB TX 这个不能用不能用那个当前版本不能用
我直接说了啊。那么只能用 USDT 啊，然后呢，你看到我这边是 BEP20 网络是吧？你点一下啊，可以选啊，但是有几个呢也不能选啊，Solana 这个也不选啊，不能选 ，AAVE 不能选啊，上面这几个都可以选啊，这个 BEP、TRC 啊，Polygon 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可以选，好，我刚才没选好，你看这个可以选啊，所以说呢这边充值进去就行了。那么我建议呢，充值的话最好一次性充值50U 到100U 之间啊，我也不要你多充，因为你这个消费多少充多少，但是前期的话，你开张卡是要卡费的嘛，开张卡费是10块钱，然后呢，你每次开卡的话，生成一张新卡必须啊强制绑定你充20块钱啊，所以说呢30U 没了啊，那还有手续费你还得花啊。好，到这个页面之后，那么我们退出来之后，我们再回到第一个虚按钮啊，然后点这边，然后点击开卡啊，好，点击开卡啊，开卡下面的话有填出2个选项，一个虚拟卡，一个实体卡啊。那么我介绍一下啊，这实体卡先说吧啊，实体卡的话比较贵啊，实体卡如果说你没有提现需求的话，那没必要，而且实体卡的话必须要实名认证啊，必须要实名认证。然后这边的话啊，只开放这个 Visa 卡啊，Visa 卡。其实呢，T 卡这方面的话，其实万事达比较常见点啊，Visa 卡其实还比较少啊。但是这个 Visa 卡的话，其实也可以绑定阿里 Pay 啊。那它就是说白了啊，就实实在在一张卡片在你手上啊。不过这张卡片的话，支持绑定的平台会更多啊，你还消费更多。那么这张卡片呢是香港签发的，你看这个 HK 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说你在非香港地区非港币签账的话，要手续费2%，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这张卡绑定微信的话啊，我不确定啊，可能会免除啊，可能会免除，我只能这样说，你可以试试看啊。好，那么再回到这虚拟卡啊，我们点虚拟卡啊，好，虚拟卡这边有好几张，叫 Hot 啊，那么 Hot，然后这边好几张啊，那怎么去选呢？这张不是 Hot 啊，那电商卡是不是？那发现卡，哎，怎么去选呢？你用我的这个，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优惠码是可以减5块啊。你看这张卡片啊，30U 啊，很贵是不是？30U 很贵。这卡片呢，就有个好处什么？它支持苹果钱包啊，所以说我就这 Apple Pay 啊，这个可以支付啊。那 Apple Pay 的话，其实如果说你小商户的话，你用过吗？我用过好几回啊，我用过好几回，在什么地方用呢？比如说开市客啊、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啊、这个星巴克啊这种肯德基也可以用啊。麦当劳也可以用啊，这种大商户啊，所以说一般来说小商户是用不了的，你一般饭店也是用不了的啊。那这张卡片的话是香港卡，所以说呢，你在非香港地区交易的话，非港币交易的话是要收额外手续费的啊。它如何去判定呢？这非香港地区呢，就是第一个判定是否港币啊，是否港币。第二点的话是判定这个 MCC 代码啊，即使这个你是港币消费啊。但是 MCC 显示不在香港的话，也是会被收取手续费的。为什么刚才我说那个微信呢？因为微信不太一样啊，微信不太一样，因为我曾经试过。好，这张卡片是非常好的卡啊，支付宝的卡，因为15U啊，你用我的那个优惠码的话是可以减5U。那么这张卡片的话，大概到手的话10U啊。其实一张卡片虚拟卡，整个市场行情价就是10U价格，真的10U价格。有5U卡是没错啊，5U卡它是要月费的。那这张卡的话显的是支付宝卡啊，支付宝卡呢，你明白意思了吗？可以绑定支付宝、阿里 Pay 啊、WeChat Pay 啊、PayPal 啊，还有这个 Grab Pay 啊。Grab 是干嘛的？是东南亚比较流行的一个出租车平台啊，就网约车平台。所以说呢，你通过阿里 Pay 的话，你绑定支付宝的话，那你在全球基本上消费场景已经很多了，你平常买个早饭都能用了。好，那么我先讲几个要点啊，比如说这个要收跨境手续费、交易手续费啊，那么这2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卡你充进去，人家要赚钱的，那么这个钱的话省不了啊。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你绑定支付宝消费的话，支付宝目前政策是消费200元人民币以下是支付宝单方面是不收取信用卡通道手续费的，原本是要收3%的。比如说你通过绑定支付宝一次性消费了啊$100等额的。那么你这个支付宝那边还要收你3%啊。如果说，所以说最佳消费金额的话，我就觉得你支付宝里面的话就是200人民币以下，那是最合适的啊。那你说怎么消费呢？其实很简单嘛，你充油卡、充电费啊、充话费都可以消费，充礼品卡、去超市充那个储值卡，太多了啊。那么如果说你适用于国际支付啊，比如说 PayPal 啊，那么针对这种美国商户的话，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啊，那使用场景更多了。好，后面的话我随便讲一下啊。这张卡25U啊，那么减5块的话20U，这张比那边的贵了10块钱啊。其实贵了10块钱，其实也划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张卡它是没有跨境手续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点啊。贵有贵的东西好处啊，便宜有便宜的不好处啊。而且它人家还支持3DS 验证，
什么叫 3DS 验证呢？就是有些时候会发短信啊，就高级别一些支付啊，就怕你退款啊，申请拒付。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要 3DS 验证啊，所以说这种卡是这种场景会更多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剩下2张卡，一张电商卡，一张发现卡啊。那么介绍一下啊，这张卡是美国卡啊，那张卡的话其实跟那个支付宝这张卡啊差不多啊，但是呢，其实呢我还觉得各张卡更好一点，为什么1.8%啊？刚才那是2%啊，还便宜一点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啊。那还有一张卡的话是发现卡啊，发现卡的话，其实这张卡是18U 啊，减5的话是13U，最终开下来没有跨境手续费啊。但是你别开心套太早啊，它是 Discover 卡啊 ，Discover 的话是Visa Master 啊，所以说这个使用场景的话是有点限制啊，你绑定不了阿里配啊，就算绑定上去阿里配的话，它也会收你3%手续费啊。所以说呢，针对我来情况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消费频繁的话啊，那么你就选择主流卡。因为它没有跨境手续费，还可以支持 3DS 验证啊。如果说你消费不频繁的话，你就选支付宝卡就行了，或者说选这张卡啊都可以啊。那么我随便开一张吧啊，我就开这张好了，电商卡。好，往下滑啊滑，那么这边的话你看一下信息啊，比如说 Uber 啊、Steam 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啊，还有 OnlyFans 也不要使用啊。点激活卡片，好，弹出这个页面啊，弹出这个页面之后，我们点使用优惠代码啊，然后输入小浪啊，点确认。好，成功减5块啊，那么这边充值的话，至少要充值10块啊，首次充值还比较便宜啊，那么点支付啊，好，那么最终我这边是支付是20U啊，点支付。好，开卡成功啊，那么就这边卡直接立马显示出来了。这边因为充值手续费嘛，所以说9.82。好，那么说说卡片怎么使用呢？卡片使用很简单啊，就是你输入卡号、有效期、CVV 码这3要素啊就可以了。因为虚拟卡的话，其实针对这种地址验证是不严格的，姓名验证是不严格的，你可以随便取个名字啊，点查看更多，然后这边要我们输入一个资金密码啊，资金密码输进去，然后邮箱验证码设置一下。好，那么我点确认，设定成功。好，这个时候点查看更多的话，它还是要输入一次这个资金密码啊，6位数的资金密码。好，现在的话我到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了啊，那么你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个卡号啊，有效期，我这边打了马赛克了啊，我给你看的话，你就可以把我的钱消费掉了，所以说我不能给你看啊。好，我再讲讲剩下几个功能吧，比如说第2个按钮吧啊，第2个按钮的话，它是一个账户钱包功能，说白了是一个账单明细的功能，就相当于你账户的出入金明细啊，很多人算不清账啊，我怎么钱变少了，怎么钱变多了啊，算不清账，你才可以在这里看啊。那么第3个按钮的话是一个邀请人啊，第4个按钮的话是一个电子钱包功能，比如说你把这个钱到一些电子钱包转到阿里配都可以啊。但是呢，我建议呢，如果说你没有需求的话，不要这样做啊。为什么呢？手续费挺高的啊，然后呢，转账金额1%啊，那你说实话，你如果用不到的话，没有必要，还不如消费出来得了啊。好吧，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吧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注册一下。